朋友们，现在我在碧节大方的这个深山里，然后这个对面山上这里啊，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位置，但是我都不知道他家的路是怎么去的哈。本想去探寻一下呢，但是根本就没有看到有路啊，所以只能无人机飞过去看一下喽。朋友们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碧节大方县禹冲乡的油沙河村，也就是刚刚我们无人机看到的这一整片的村庄呢，都是集体搬到这个村上去了，整个一片就是无人村。那我们看到那些房子包括土地全部是荒废的，没有催耕还林啊，就是荒废的。我们目测了这一片呢，最少连片也有几千亩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发展点什么，特别是养殖。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呢，你们可以直接过来这边看一看啊。我已经向村民问过了，并没有退耕还林，都是自家搬迁之后呢，土地就丢荒在这里了，实际上是可以使用的。对了，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，这里的海拔呢大概是1500米左右啊。那么它的毛公路呢是通到村组里边的。大家可以看到村里面有挺多的这种废弃的古木房，那可以把它开发做成民宿，包括做康养项目等等。那么整个村呢可以进行封闭式的一个管理，我觉得这里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。下边呢是一条河流，那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你们觉得这里适合做什么呢？有这种项目适合这里的呢，大家可以自己过来看一下。
大家好，我是乡村阿泰。这个视频呢，我们接着上一个视频说啊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赶往这个连体山洞另一边的洞中人家去啊。这边的详细地址是播州区乐山镇新土村的陈村坝主。大家看一看啊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这里的洞门口了。确实，下面住着一户人家哈。据说这一家人呢，已经住在这里5、6代，100多年了哈。而且这个洞的另一个出口啊，也同样住着一户人家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上一个视频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走进里面去看一看啊。它这个洞口视频你要把它倒在了。我就想看他从你走哪点走你那边过去。大家看一看，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哈。这个前面开着3个门的呢，这个呢是他们的厕所啊。我们再往里面去看一下，有那个猪圈，还有牛圈哈，都是在这个山洞中的。也就是说，它所有的家禽呢，都是喂在这个山洞里面的，而且这个猪圈也不用盖啊，这是天然的优势。现在我们往这个洞里面去看一下啊。前面这位小哥呢，也同样住在洞中，他呢是住在这个山洞下去的另一个出口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这个叔叔呢还自己在酿酒啊，这些全部是酒缸，里面呢装的全是白酒啊。因为他这里还是比较出名的，所以说他卖白酒呢也卖得不错。然后这些树木呢就斜斜的放在这个石头上面哈，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危险的。可以从这个洞口下去哈，从另一个出口出来呢，就是小哥那里了，但是要走2个多小时啊。现在我们进房间去看一看有没有人在家哈。说，正来吃饭，只要准备吃饭对不对？我没来过，我听他们好多人说哈，我还没来过，我第一次到这儿来。你们摆这来住好多年的呀？8多年。也8多年了有。那不是你这边搬进来了，等于之前就搬进来了。你的姨没时候就搬进来的。哇，这是在这住100多年了都。现在都是你们2个人在这里啊？娃儿那么多。那你这边我看这里是最矮，它那个像比如说涨水啊，这些它水都要走这里流噻，是走这里流啊？它从哪流下去？就是这个洞口流下去。哦，房子白化的哈。这小水树大了嘛，再一头一头小规的话，这你们连平地都还要过去了。是。而且现在它就是小水树大，你如果小水树小了，你都不敢入住。我来他这个30多年了，你也看到长好大水，不，水涨也不大哈。啊，有一年大得很了，黄苗上那个山都逮一大个螳螂，我看都起身了嘛。那个树一直冲走几路远，他在我门口来溜的，一点它就不大了。哦，那你们现在就是三个人哈？5个可以。都是3个，我们4个还是8个人。其他人在外面。你几个娃？几个孩子啊？4个？4个娃儿的3个都组成了哟。都组成了哈。是我们就3辈人6个口人。那个死了，有2个。哦。在外头你们在外面打工啊？哦。我跟叔叔聊了一会儿天哈，他一共4个孩子哈，都成家了。现在住在这里呢，做一点农业哈，再酿一点酒卖，然后呢搞一些养猪啊，养了几个牛啊，生活是没什么问题啊，也没什么负担哈，这个日子过得呢是蛮清闲自在的。他跟我说，其实政府呢一直都在叫他搬迁哈，但是他自己根本不愿意搬出山洞啊。确实是哈，住在这里100多年了，哪有说搬就搬的，对不对？他住这个地方呢，是整个地块最低的地方。我其实担心他这个地方涨洪水怎么办啊？但是他说洪水直接从洞里面流下去了，里面是有暗河的啊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阿泰的视频，记得点个关注哦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阿泰是来到了重庆丰都的大山里，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崖壁底下，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山洞之中，方圆几公里呢都没有人烟。这户人家怎么会想到在这里居住安家，并且呢把房子建在山洞之中呢？怀着诸多的好奇心啊，大家跟我一起进洞去探访一下主人家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户人家所居住的大峡谷。我呢，其实也是从那边开车过来哦。然后呢，路过这里的时候呢，晃眼之间看到那个地方有一户人家。这个路往前去呢，那个地方还有一段的盘山公路啊。它这里呢是有这么一条公路，径直的通向他居住的地方。还好啊，它这个地方已经通公路了。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漂亮，就在一个大峡谷之内啊，整个这个峡谷是没有任何的人居住的，只有他这里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崖壁洞中啊。这个环境是不是非常漂亮？我们看到主人家好像是在地里挖东西，那儿呢停有2辆车，不知道是来玩耍的还是他们自己的车。我怎么感觉前面好像有人在那儿直播呀？是不是外地来这个搞直播的人？美女，你这个是在这里搞直播吗？哦，没在播啊，也是外地过来的吗？哦，咦，这小狗咬不咬人？没有，我拍视频。你们也是过来玩的是吧？哦，就住这里的吗？哦，别的地方过来的。我是来这里，我还不知道嘞。我车子开到上面看到的。我也是在外面到处玩的。外地的遵义的。你一个人在这播吗？没在播哈。哇，大家来看一下。这个房子正好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下的山洞里面。吃饭没咯，大哥？你是住这儿耍的，不是住这儿的？哦。我遵义的。你晓得吧？哦，你是住这儿的哈？哦。你们在搞啷个嘛？哇，在整木头啊？你们在整木头卖吗？那没有。哦，我看噻。哇，他们这里是在这里做这个棺木来卖的哈。搞了几个了？4个了。他这个搞来要上油漆吗？不用上油漆啊，这搞得这么大呀！你们这边木料大呀，这个棺木挺大的。哦，你就是来帮他们搞这个。它这个上方是盘山的公路，这里呢就是一大片崖壁啊，这个崖壁的高度可能是70、80米。哇，崖壁角堆了好多的这个要烧的这个木材。它这个房子呢，实际上就是镶嵌在这一片崖壁的一个山洞口啊。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上方呢都熏得黑黑的，那个呢因为长期在房间里进火焰煮饭嘛，所以就正常熏的那个黑黑的火焰。然后这边这个半崖这里啊挂了两三排的这个玉米啊，就挂在那个半崖上，还做了一个栏杆啊，这胆子小的还真的不敢上去啊。它这个木房子呢建的是2层啊，上面一层住人，下面一层应该是堆一些东西。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大峡谷啊，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要开发旅游啊？咱也不知道。它这个下方的还做了一个沟，然后这里呢就他们这个大叔和这个阿姨他们2个人在家里啊。是贵姓的？我姓罗啊。姓罗。你好大年纪的？要满60岁了。要满60岁了啊。你们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好多年了呀？100多年了。100多年了。现在等于就是你和阿姨在家里面。
哦，就在这瓦屯儿种点儿鱼，来种点苞谷哈。哎，种点苞谷。你咋了？你听得出来我说话噻？听得出来吧？听不出来。我遵义的。遵义了。嗯。哦。跟说话跟重庆有点像是吧？是。有点。遵义都挨到重庆的了嘛？哎。在这里都住了100多年了，住了好多代人了呀？差30代人了。3、4代哈。嗯。是你们祖祖的时候搬进来的吗？我们爷爷辈搬进来的。哎。那你这个房子是你建的吗？是他们建的嘛？他们建的。他们建的。哎，当时他们啷个会想到起在这儿来住啊？晓得了，我也找不到。你也找不到的。我们那时候小啊，我们爷爷那时候走了，住的时候没生长我们了。哦，你们爷爷过世的时候，你都还没出生？没有。那确实搞不清楚。住在个洞里面是不是冬暖夏凉？是啊。站在这儿都一个风都比较大。哪层凉快哦。你们那个房子还是建的2层哈？层数上30层的。建的3、4层。那建的有点大，正好把个洞口全部给它堵起哈。是啊。住在里面倒是要得。那是人生穷了没办法，只有做爱情。其实以前的人，以前他们应该是多啷个才跑到这儿。是，对吧？对头。因为以前是乱世了嘛。你不找个好点的地方躲起的话，有可能生命都成困难。那是。等你在这儿涨水的时候了，这个下边的这个水沟都比较满哈。水大吧？人家满不下，有半河沟。有半河沟。那现在就是你们2个人在家，小孩呢？他们去读书去了。小孩读书。在读大学了。小学。小学。有的有出去打工去了。那你家小孩好多个？我们一家6口人了嘛。4个小孩。有女儿嘛，女婿嘛，他有2个娃儿啊。女儿女婿。2个娃儿。等于你就是1个女儿是吧？哦。过年些转那边？转来的。也转来哈。过年在家里面过年了嘛？平时的话都在城头。在丰都吗？是啊。哦。你出去过没得？没出去过的个。没出门过。都是在家里面。你像你这点就在你住在这儿呢，种包括这些会不会有野猪啊？小？没，人家没得。现在没得哈。没得野猪。大叔在这里干活啊，我跟他聊了一会儿，大概了解这里的情况了啊。到他们房间里面看一下，他说这个房子是有4层的，我们在外面看的好像是2大层，上去内部看一下。这个就是进来的正门，他这个房子呢，说是已经建了有100多年了吧，在他的手上呢，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改装，可能就这个上来的这个楼梯吧，稍微改装了一下。阿姨，上去转会儿了。没事。这个地方是一个餐厅，可能是偶尔有人来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呢，可以在这里临时煮饭吃一下。这边就是厨房，哇，这个洗脸的这个架子有些年头了，这得100多年了吧。这边，哇，好多的腊肉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厨房了。这个厨房就正好顶在这个崖壁的这个前端哦。这边是侧边的一个小道上来，咱们走这边来稍微看一下。这个栏杆上搭了2排的玉米啊，非常的漂亮。你像这儿做有这个栏杆，否则我也不敢再从这里走，因为下方就是很悬的这个崖壁，看一下。哇，这边还可以走到这个半崖上来。哇，站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，我就问你们怕不怕啊？他们居住的地方呢，就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
崖壁的小道从这里走上来。这儿呢有一个平台，这里有一个洞口。他们的玉米收了之后呢，就把它挂在这个栏杆上，剩余的一些叶子呢就背上来倒在这里。哇，这儿的环境那是相当的舒服。尤其看到一栋楼房在这里，边上还挂了几排的这个玉米棒子，看起来真的是烟火气息十足啊，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。这边2楼咱们上来看一下，这个跟我们大多数的农村一样，这个上面都是堆杂物的。哇，这边堆这么多玉米。这个地方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它是4层结构的房子，大概房间总的有5、6间吧，而且呢，已经修建了100多年，就是这个叔叔他的爷爷那辈儿就修建好了，4代人在这个崖壁下崖居了100多年。假如说让你在这里来居住一段时间，你愿不愿意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啊。现在呢，我在深山的峡谷里边，朋友们不是让我帮忙找隐居的地方吗？今天我就给你们找一个隐居的地方。公路呢就到这个山的上边，然后这里是小路过来的啊。我给你们看看这个整个周围的环境啊，全部是被山围住的。那么这个下面是一条大峡谷，从这个小路下去呢，下边就有人居住。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小路走到峡谷下边，去给大家看一看可以隐居的地方。没有公路，要从这个小路往下边走啊。看到没有，这个地方全部是被大山围住的，就在这个峡谷里面。朋友们，我差不多已经走了10来分钟、20分钟了，看到没有？山谷里面确实有一家人啊，是不通公路的，需要步行走进来了。就在这个山谷里边，这里一独户人家，这个地方真的是世外桃源呐，可惜的就是不通公路，看到没有？在这一个峡谷里边，周围全部是这样的山，前面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个洞哈，这边还总有一些高粱，估计就是那一独户人家住在这里了。咱们过去了解一下，休息一下，聊聊天。哇，这里面空气真的好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大叔在这里的。哇，这里边，给你们看看这里边，太美了这个地方。耶，过来不到了。哦，这个桥路到水打断了。你也看住这里啊？好矮哟！我真意嘞，早点过来哈。哦，要得，早点过来耍会儿。你们看看这个地方的环境啊。哦，你这个地方好矮哟。坐。我这坐。这边你也讲啊？你要看到养的鱼没了？有个大的弄不起来。养的有哈？啊，有几个鱼。我要晓得没有鱼养的话都要标的，我大才小了，我不大行的。大才小的？啊。二头鱼好就要有8多斤的，那就大了多。大的多也8多斤。嗯。早现天牛肉也摸起来，一般不摸起来。我给生得很了，3才长生。就像这个团长3才长。啊。那个头发把跟暗湖连起了哦。小的有会小的有暗湖没得搞不清楚。你看到过没得？
我都看到过，我要排多长那个，我水都谈了5两个当当。我成了精，我要个水桶大哥，我成精了。小区我成毛精了。我坐啊，走，你们两夫妻哈。啊，来，我都坐。走。这一走够了。咦，这点儿不够。你们在管老球啊？就是专门找人跳耍杆。你们按年纪都不大吧？40多岁可能。你50几了？这一站呢，政府来新搞的是不是？这一版本了？这年是才搞的哈。这个成本的交付吧。啊，2个不搬迁呢，这有没路的？搬了钱就搬。把干哈？搞不能，白搞那个事。我地皮，我这里我田土。我他妈我的嘞，这中间庄稼人家来扶持那个嘛，工程嘛。倒也是。啊，你说政府一辈子都供应了不可能。对。你要想后一步。不管啷个说嘛，在这里自己住有车的。不要紧，都是农村人。你干好多土地哇？我土地我这要有10包料数啊，2道。就10包料数，那你干吧10几亩哦？10几亩可能有哦。你也干来这里的租金，你干土地，你不怕遭遗嘱车啊？没这个。他们这个小市民就打球了。你们这没得遗嘱的哈？有嘛打球了，他就没得了。他来个打干，受遗嘱断了，这黄色没得球了，要按申报保证。是的。啊。有来有那个女的，他说你的房子维修完了嘛，50你3000，他说你这个确实困难得很家庭。他说来的时间了，这泥巴地啊，一坑啷的。你主要去管保9月早又大概当那个泥巴地啊。等于去年才整的。今年是才整的。今年子才来给你整的哈。喂牛养牛啷东西没得？就几个鸡啊，原来我养几个牛啊，我也搞不出，牛2个都我卖球的啊。现在那个卖猪儿的没钱了。贵得很了，30块钱一斤老啊。30块钱一斤了。养牛10几个鸡，这些你要干整的嘛，政府来给你整的哦。这个这喂猪的猪圈。你毛儿喂好多哦。喂点干猪。这边还有个水了，这边这个水就2块。这边都还有个，你让点2股水。如果加起来的话，有2股水加起来有同用处没得？差不多哈。如果有老板看中你人了，我跟他讲啊。有老板看中你人，我跟他讲，我要走了，今天有事，哪天再跟你再说。要得。那我走了是。慢慢走哈。好。